哦，你好，今天就放松，就随便聊。这个拍完了以后，您按照一些问答简单拍一拍，然后到时候发给我就可以啊。在微信里面您叫我孙哥，我以为您比我小，我这样的话我比你小，好像是。我都叫哥哥姐姐，我这么叫。我在哔哩哔哩看过您的一些研究的视频，二胡的也看到了那个乌塔达希卡鲁的《First Love》。我上中学的时候特别喜欢听这首歌，然后我看了您的那个研究的那个氛围感，特别好，所以给您发私信了啊，谢谢您的参与。我在这里首先嗯我也非常感谢那嗯，个能收到就是你的频道的邀请，然后今天就是说我也非常开心，然后今嗯天跟您就是说在视频里面这样我们这样聊一聊啊。啊对，我初中高中的时候，因为我身边有一个最好的朋友是一个韩国人，是吗？然后哦，他给我介绍了，对，他给我嗯介绍了很多韩国的流行歌曲，然后我那个时候接啊触了韩国的流行音乐之后，其实嗯我非常非常喜欢嗯韩国的音乐，然后哦。甚至我还会唱一些，但是比较害羞，我就不唱了。今天，好啊，那这样吧，好，您后续的那个3个研究视频嘛，那个您想过嗯，吗？就是如果在插图发布3个研究视频的话，您希望发布哪个音乐？对，我有想过，我有想过一首中国的曲子，就是那首有一嗯首《雨碎江南》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我看到过，听过，然后一首电影的那个末代皇帝的那个，就是哦，最近刚录的一个好了，日本的那个作曲家好的，坂本龙一先生，他不是刚去世，然后就是他的那个作品，然后吕奇萨卡莫托是吧？Summer 还对有 对对，Merry Christmas Mr. Lawrence 那个音乐家是吧？是。我也特别喜欢他。您说？对有那个，如果有机会的话，真的是如果能在北京见面的话，那就太好了。带您去北京的那个好玩的地方，好吃的地方。好，我给您介绍北京，好的，我们随时在微信非常联系非常感谢您邀请我，您别客我很气，荣幸今天能过来参加对插图的这个 interview，也荣幸见到您。好的，谢谢，再见啊，好，那再今天见。好，再见，好，开始。插图频道的粉丝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我是孙悦，是一名中国的二胡演奏者，你们也可以叫我悦。我目前生活在日本东京，从事跟二胡演奏相关的工作。我会定期在我的 YouTube 和哔哩哔哩的频道上面与大家分享我的二胡演奏，希望你们关注我。二胡是中国传统的弓弦乐器，比方我们都知道的小提琴、大提琴、马头琴，还有黑咕木等等。说到这里，相信大家应该比较感兴趣，二胡到底是什么样的声音呢？我们来听一下二胡的音色吧。我们来看一下二胡的话，这里是二胡的琴筒，然后这里是二胡的弓子，弓子的这个毛的部分是用马尾做的，然后这里呢有2根弦，所以叫它二胡，这里能看到吗？然后就在这2根弦上，我们要自己找到很多很多的音，所以说这个乐器当然跟很多的弓弦乐器也都是一样的，是比较难的一类乐器。然后我们可以用它，因为它的自由度比较高，可以发出各种各样的声音。然后所以说我们可以用它来模仿很多动物的叫声，比方说马叫。比方说鸟叫，当然，这个乐器并不是专门用来模仿动物的叫声的一个乐器，它也可以演奏出正常的其他乐器的那种乐音，但是需要我们自己来找这个音。好，那
二胡的话适合演奏什么样的乐曲呢？弓弦乐器的话，因为它的声音自由度，它的这个在音的方面自由度比较高，所以说其实适合各种各样的乐曲。第一次真正的接触二胡是在我妈妈的建议下，在我6岁的时候，刚开始算是半推半就就学起了二胡。因为我其实最开始我是想学踢球的。7岁那年，我所在的小学开设了二胡的课外艺术班，然后也请到了我们当地的二胡老师，他也是我二胡真正意义上的启蒙老师。然后我的音乐人生就是从这里开始。这一次一学就是26年其实我并不是最一开始就决定要来日本工作的。其实学生时期我就一直喜欢日本的音乐，然后对日本的文化也很感兴趣。大学刚毕业的时候，然后音乐这方面的工作比较少，加上我的第一志愿是考乐团，觉得机会不等人嘛，然后所以心里也很着急，并没有来得及毕业旅行，我就开始面试找工作了。当时我联系到了浙江省歌舞团民乐团的团长，那个时候他们并没有招人的公告，然后我就请求能不能给我一个面试的机会。当时团长答应了让我拿琴去面试。我听到这个消息，然后立马买了火车票就到了杭州。很幸运的是，我也通过了那次面试，得到了进团实习的机会。因为杭州物价非常高嘛，然后所以我在参加团里的排练演出之外，还参加了还找到了一家杭州的琴行，教小朋友拉二胡。因为当时的生活虽然不能说是宽裕吧，但是因为年轻嘛，然后又是自己第一次靠自己赚钱养活自己，所以那段时间我觉得自己也挺充实的。但是就在这工作刚刚开始的这个第1年，我身体出现了问题。当时去医院检查，然后医生说要我做手术，然后就只能辞掉了当时的工作，然后回到了我的家乡山东烟台。手术加休养前后在家里住了有1年的时间吧，有1年多，对。然后在调养的那段时间，也很期待一种新的生活。以前我就一直很喜欢日本的音乐和文化嘛，然后当时就决定当是迟来的毕业旅行，然后去日本散散心旅游。然后那是2013年的春天，在日本总共待了有2个星期的时间。我当时接触到了日本当地的一些风土人情，然后看到了他们的一些待人处事的方式。我当时没想那么多呀，就觉得很喜欢这个地方，就是觉得这个地方我很适合我。在日本这些年有很多的小故事啊，然后我很想跟大家分享，但是今天因为时间的问题嘛，我就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段印象比较深的经历啊。我来日本之后，第一份正式工作是在日本的一家大型的音乐教室做讲师，几百位老师，他们大部分都是日本人。然后因为当时我来日本不久，然后日语也不好，所以起初我没有什么自信。但是想想我来这里嘛，就是为了锻炼自己嘛，然后就硬着头皮试试呗。不知道的词就查字典，就把那个平假名也一起记在笔记本里面，密密麻麻的。然后这样子坚持了大概1年左右吧。然后后来公司做活动，说要嘉奖这个开出这个新制度之后入会业绩优秀的讲师。但是没想到公布结果的时候，我是那个这个教室的全日本校区的入会率第1名。那段时间真的是在语言表达方面，然后和对说日语的自信的方面得到了很多的锻炼，是对我来说也是一个也是一段很宝贵的一个成长的一个时期吧。等一下我想一下啊。在音乐这条路上走到今天，虽然说不是一帆风顺，但是总算一路走到今天，然后还可以在
还可以在这里和大家分享我的音乐和故事，我觉得我是幸运的。然后感谢插兔频道对我的邀请，今天有幸在这里认识到插兔的粉丝朋友们，然后通过这段短片让大家了解到中国传统乐器二胡的魅力。然后同时我也希望会有越来越多的朋友关注二胡，喜欢我的音乐。非常感谢你们看完这段影片，我是中国的二胡演奏者孙悦，谢谢。